大家好，来阿尔巴尼亚，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曾经与中国有过密切关系的国家的历史。头一天逛街，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博物馆就在蒂拉纳的中心广场边上，离我们住的民宿也不远，所以第二天就冒雨来参观了。走进博物馆，外墙上的大型马赛克壁画，阿尔巴尼亚人非常醒目，展示了从古代到现代阿尔巴尼亚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参观这个博物馆是收费的，所以先到前台买门票，5欧元一个人。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成立于1981年，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博物馆，里面有许多展厅，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古代展厅，里面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古罗马时期的文物，包括工具、陶器、珠宝和雕像等。重要展品包括伊利里亚时期的文物和古罗马时期的马赛克。中世纪展厅里介绍了从拜占庭时期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历史，展品包括中世纪的宗教文物、武器、盔甲和手稿。民族解放运动展厅里重点展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展品包括相关文件、照片、武器和重要人物的物品，如伊斯梅尔、凯玛丽。独立和国家建设展厅里介绍了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后的历史，包括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时期。展品包括独立宣言、历史照片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宣传物品。民族艺术展厅里展示了阿尔巴尼亚的传统民间艺术和工艺品，包括服饰、刺绣、乐器和日常用品。这些展品展示了阿尔巴尼亚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民间艺术。1909年。看到这位老人家弯着腰在仔细看展柜里的照片，估计他也是当年的参与者，可惜语言不通，他只会说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在世界的地位展厅里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贡献。展品包括国际会议记录、外交文件和国际关系相关的物品，有许多展品和收藏品。它涵盖了阿尔巴尼亚在文化、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发展。看到最后，也没有看到有关霍查和中国的那段历史，有点遗憾。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